做好大。对。过2天送你个礼物。什么礼物啊？你自己。哎呀 ，surprise！ 我自己算是礼物的一部分，但是送你一个小旅游。真的？我们去北京。去北京？对。听你的安排。哎呀，你的城市，北京。北京现在冷不冷？跟这差不多。北京是比上海偏冷的，所以你现在这件衣服正合适。早是北着。然后，带你去我学校看一看，我走进学校看。哎呀，这个眼神，我都不好意思看。看你都害羞，我害羞了。看完《人生档案》后，我们对彼此的过去有了一定的了解，感觉我俩可以再往前走走了。去到北京，更多的是走进我的过去，或者说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一面。越来越走进陆老师的世界，好开心，又开心又惊喜，然后有一点小期待。这么帅，大宝，大宝，大宝，好可爱呀！小心啊，坐到这儿来。反正就是2年没来高铁这边了。你呢？我每次回北京都是这样。哦，直接去北京啊？屁股掉了。今天半天。列车是由上海虹桥站开往北京南站的高6班。旅客们请注意，本次列车是由上海虹桥站开往北京南站的情不自禁就想缝在一起。车耽误您的行程。阳开始讲，券也是机票缺单管库和毛的最新的龙券。旅客们请注意。一起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安心。当然啦，和自己真心喜欢的人就是会开心。充电宝。肯定不是充电宝，肯定是电板。电板。太阳能电板。BK。哇！刚坐在他们椅子对面的时候，确实想跟你贴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贴了，就贴到嘴边。稳稳的幸福。真的是还好有你在，我才会那么放松，不然我也很紧绷。列车即将到达北京南站。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回北京你什么感受？我其实挺放松。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让我放松、很自在的展露我自己另一面的人。我觉得塔塔就是这样，塔塔是一个很治愈的那种女生。对。到了。你这样穿有点像医生的感觉。需要我治愈一下你吗？给我来一针。哪有毛病？不知道呀，心跳有点加速。心跳有点加速。嘴也有点毛病。嘴有毛病？那我等会儿，我有独团小秘籍，你甭管了，你就等会儿坐好。我们跟我朋友去找了一家清吧，他们算是我在北京非常重要的朋友，所以带重要的人来去见重要的人是一个礼仪吧。请入座。入座中。我还没问过他们俩之前就是好多那些感情啊细节的问题。真的？你也不知道他们？对，你可以八卦的挖呀，他们应该很乐意分享，可以搞点真心话大冒险。Hello，好久不见，Hello，介绍一下，塔塔，丽塔，对，你怎么叫？叫红红就好，叫你红红，叫红红吧。红红，先陪你们，先敬一杯，待会儿再敬你们。随意，很高兴认识，很高兴。嗨 ，Hello 啊，刚下班。介绍一下，这个是塔塔。你好，瑞塔。你好，好漂亮。然后这个好像郭碧婷。谢谢。哎，
我好多朋友都这么说。好漂亮，你小子有福气，这能喝吗？那你们是怎么看对呀？我们就是我被他吊了一下就上钩了，是不是？聊一聊真心话和大冒险。真心话大冒险，我觉得这个好。那来吧，我先真心话，啥呀？如果看到自己最爱的人熟睡在你面前，你会做什么？你觉得我会做什么？偷拍。偷拍会是这个收尾环节，我觉得会。那开场环节是什么？只记录结果，不记录过程。说的是正经话题，是正经。是这样。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盖上被子的话，把被子。我在小屋帮他盖过一次被子，他那天太累了。好甜呀！那会儿我俩还没有怎么了。友谊。那会儿还是那会儿是纯友谊。纯友谊吗？只是纯友谊吗？单纯的纯。单纯的纯。行啊，那你们想直接问还是走流程？让他来吧。我来吧。对，你来问吧。什么性格的人你不喜欢？我不喜欢不聪明的人，就是我喜欢聪明的人。他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哇，评价这么高。就是我们双方的情绪价值给的很足。下一个吧。过节最想收到的什么样子的礼物？你说我在听。想收到礼物是，就是这个肯定是会出现的。有没有除了这个的其他的呢？是什么？没事儿，不重要。哦，没了。那准时准点，我会报道。好的。哎，那你们在一起5年的相处秘籍是什么？我们俩的相处秘籍吗？就很珍惜，就谈的越久会越珍惜的那种感觉。有一个默契在。对。我感觉其实你们平时也没什么争吵，以你们俩性格来讲。争吵肯定是会有，但是就是你要看这个消化能力。比较少。对。伊娃也会跟我说。有一点就是吵架的时候，我很少跟你们说。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就两个人内部消化。自己的事儿是自己的事儿。对。内部消化。而且别人帮不了你们什么，其实。就你说了之后，其实也就是徒增一些这个别人口实，一些同情心，但其实帮不了忙嘛。是的。尽你们的经验，尽你们的秘籍。尽你们的秘籍。这个时间拿去解决问题，不是制造焦虑。哎，对吧？你们两个应该还没吵过架。我们俩正甜着呢，是没有吵过架。未雨绸缪。我跟塔塔相处，我觉得一呢是我们双方，就是首先都是比较真诚。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双方有点默契在。然后他是一个性格很好，然后同时很细腻的一个人。我很感动一点就是我平时可能无意间说什么话，像我之前说我脸可能有点干，就是我手机壳有点旧，他不会跟我说，然后第二天就会把这个面膜啊，或者说今天给我看了一个手机壳，说你要喜欢的话我就现在就可以买。就他会把一些细节藏在心里，然后呢贴心，不会说出来，就直接用实际行动表达。小难受宝就是暖的话只有自己知道。这就是我们摩羯座呀。这就然后因为去海南前一天就是会准备一些防晒啊这那东西嘛，他给我准备了一个小袋子，里面就是防蚊、防凉，然后喷雾、防晒，然后给我写了个小贺卡。你也太幸福了。那天就是我看到的这个时候，我很感动，就是真的是很感动。我还打印了照片，看看。哇塞，这张还蛮帅嘞。哪张？这张照片直接给你拍年轻了10岁，兄弟，给你拍成初中生。那也可以，这话我养人。爱情养人，爱情让我变年轻了。太甜了。我这可以啊。都很好看。看合上了。我太喜欢了，我天哪，又被你幸福到了。多亏了爸爸。多亏了你。怎么这么可爱？我认识这么长时间，你第一次就是出现姨母的笑容，你知道吗？我之前从来没有见你这么，之前没有对象，
就没有一个就是契机让我们出现这种比较欣慰的效果。就是。来，喝一点。下次有机会来上海玩。我们其实蛮经常去的，蛮经常去的。我觉得他这两个朋友都很正，都属于情商智商都很高的人，跟 BK 一样，物以类聚，有情商聪明的人聚到了一起。哎呀，今天宝宝辛苦了，谢谢。很开心啊，baby。今天一切都超紧急完了。这2、3个。明天带你看看我的神学。我带你去我之前常吃的这个吃饭的地方。好的。哇塞，黄记小吃，牛街，北京。吃小吃去了。哇，好香啊！豆汁儿啊！这个主要是为你点的，您尝尝。你要帮我拍一个。第一次喝豆汁体验。如果味道怪怪的，可以吃旁边的东西压一压。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味道怪怪的，还可以，还可以。这我都喝热了。我们今天这样吧，把这个豆汁不要浪费，喝完好不好？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我给你表演个什么叫“来都来了”，来都来了，不浪费食物，太棒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哇，真的好难喝，又酸，然后又有一种那个腐臭的那种味道。但是，其实我觉得忍一忍是可以喝的。完成。这个是什么？你介绍一下。门钉肉饼，这个很好吃，这个真不踩雷。哦，门钉肉饼，这个好吃死了！哇，好饿，是吧？多吃一口，多吃几口。等你吃爽了，我接力。这个我不知道是啥，然后这是咸菜。哇塞，好敦实啊！够了，差不多了。那我们一会儿去我学校看一看。你学校？对。好呀。我们可以去旁边换个衣服，然后到时候穿着校服去。今天就变成高中生。今天变成热血高校男女主，走吧。走吧。哎呀，热血高校男女主。今天你多大？今天我比你大1岁，我是你的高中学长。换成学生装了。哎呀！哇，那好像偶像剧里边的那种人，太甜了。当他穿上校服的那个刹那，我觉得就没有那种他以往的那种老成味了，就是正好是24岁该有的样子吧，是这个感觉。对，就是感觉他真的是其实是少年中的少年。怎么样？跟你的初中区别大吗？我已经很久没回过初中、高中了。穿着高中校服，这里成何体统？那也是你牵我的手，我要跟你保持点距离。保持多远距离？礼貌的社交距离。礼貌的社交距离。哎呀！哦，这是我们教那个国际部 AP 的。好羡慕，纯爱味儿很重啊。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我个人呢，我会喜欢爱笑，然后性格开朗一点的女生。我的就是黑长直。那你是喜欢女生把头发披下来的黑长直，还是把头发扎起来的黑长直？我都喜欢，如果是你的话。他俩穿校服一点都不违和，不违和，就像是学生。我是黑长卷，头发没有很卷，今天卷了一下。那今天的话，那我喜欢把头发卷起来的。哎呦！那
那以前没有双向爆灯吧？双向爆灯，我都是单方面的追求。单方爆灯。单方爆灯。那我撤回我的爆灯吧。啊？那你现在好像来不及了。因为我跟 BK 是属于有一定年龄差的，就感觉好像是拉近了一些平行时空的距离感。然后他回到了他的校园生活，我也回到了我当时的校园生活。虽然是在不同的阶段，但是可以竟然有在同一个时空做一样的事情。我们骑车往那边走走。好，慢慢骑哦，不着急哦。一会儿我骑外边，你骑里面，好不好？好的。嗨。嗨。夕阳把课表染成琥珀色，我假装接一道无解的几何，其实在算与你相隔几个座位，你经过时代起的。所以你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接近的人。分人。你觉得呢？你觉得我好接近吗？我觉得你挺配合的，而且你也在主动接近我。确实，这样子的机会也不太常见。我是个幸运的人。我也是。穿着校园校服的那个感觉，就突然一下回到了那种校园青春时期，就这个画面真的很美好，就补足了一些就是对于真正初恋的幻想吧。我们今天回家是不是差不多要出发了？行，差不多，走吧。小学生出发喽！哎呀，安妞，巧巧太可爱了。晚上好喽，开心。我也可以很开心。哎呀，你整个生分。真挺好。甚至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好感。我真的在车上，我说好，这个人对我完全没感觉。我说他一直想逃。不是，首先我觉得我第一天也很明，因为第一天先不说那个在餐厅里吧，我跑去给你特地换了个礼物。我觉得就是你很礼貌。然后突签也是给你的。对，但是我就是觉得你那个也写的很礼貌嘛，然后我觉得我那个是纯属我没想到会被公开处刑，就是我就是觉得完蛋了，在这搞抽象，被抓到了。那你第一天朋友圈看的谁呢？哇！啊？我觉得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看了 JK 了。他就是很喜欢他。你们躲算了。哎呀，哎呦！公开处刑。什么？你就换手。不许掐我，你掐我就把毯子掀了。那你。啊？不行。你听见没？听见什么？不能这样。这个。啊！别啊！怎么人家看不到了？这肯定没有啊，这肯定看不到。不是，哎，这么大个缝在这里。不行，你不许说，不许说。我待会儿就是要杀了他。干嘛？干嘛？我害羞，真的。我真害羞。你，我真害羞。看什么？哎，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你对在公共场合有亲密
举动，你会尴尬吗？还是说你是会不在乎大家眼光，就是会？我很就是正常，我是不会的。对，我很不能接受，就是我不会的，但我觉得逗你很好玩。正常我是不会的，但我觉得逗你特别好玩。就是我也会有冲动想抱抱你啊之类的，但是我就是理性知道不可以，我感觉很不可以。什么？明天你有想去干嘛吗？我倒是抱着想睡懒觉。那无所谓，那睡好了，先睡饱了再说。你脖子还疼吗？可以给你按摩。不过贴那个药确实有好一点。我们去拍个大头贴吧。走吧。好可爱啊！他们真的升温的很快。其实也开不错。挺好。你看。你多久没回嘉兴了？就我觉得蛮大，算5、6年的了，很久。所以他们都是住嘉兴吗？他们是异地。那你对嘉兴的印象是什么？有一个大润发。大润发就在我家旁边。那我去过你家旁边，这是我唯一对嘉兴的印象。但是我对嘉兴。去嘉兴走走吗？见见我妈妈。见丈母娘。真的假的？哎呀，开心，高兴了。然后我又觉得小屋离嘉兴真的很近，然后因为你嘉兴嘛，就可以去嘉兴看看走走，真的是可以。哎呀，哇，这也太有缘了，一个老家，一块留学。对呀。你既然说那么说，那我就去，行，你带我。哎呀，又被甜到了。因为其实 BK 他是嘉兴人，近2年都没有回过嘉兴，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让我妈妈看一看。你见我妈紧张吗？说实话有点。我妈是一个很和蔼的人，难免还是会紧张的，你会手心出点小汗的，又激动又忐忑。俺也没有见过丈母娘，怎么的？你没见过你前女友妈妈？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哎呀，没经历过呀，我对丈母娘的了解几乎为零，有点紧张。那作为男生来讲，他就会比较紧张。对，所以妈妈会喜欢什么，他也会喜欢什么。你别紧张，我想找看看。我们可以今天就做一个作业。他喜欢花，你给他买束花就好。我觉得这算是第一次正式见女方家长，所以就多少有点忐忑。比如说跟阿姨聊天的时候，会不会到时候冷场啊，会哪里做的不好啊，会有一些紧张和纠结在。所以我对这趟旅程呢是既期待又紧张的。你可以今天晚上睡觉？不至于吧？倒也不至于，不至于。咱也是见过一些小场。但我觉得我妈是很喜欢你的。我觉得她应该会比较喜欢 BK， 因为 BK 他是属于双商都很高的，情商也高，智商也高。然后我们就约了周5。
戴眼镜吗？眼镜。太帅了！好的，你咱们就这么穿。怎么那么帅呀？因为要见阿姨，打工赛。走吧。能感觉到 BK 很紧张，紧张死了。你乐什么？你今天笑得很灿烂。有什么惊喜环节吗？开心呀！去嘉兴的路上越来越紧张。我妈就属于就是只想就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就一根筋，就真的是一根筋。就比方说她离婚以后就直接把我的姓给改了，就她这牙齿这里她要拔4颗牙，那医生建议一次拔1颗，她不听，直接4颗牙一次拔掉。呀，是个狠人。阿姨的确是有点狠啊。他以前就是芒果过敏，过敏的很严重，他觉得人类战胜得了任何的过敏源，他硬吃都要把他这个芒果过敏给吃好。啊？要吃好。吃好呀，宁可发成猪头用这里，一下子就吃好了。那他是一个特别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放50碗豆汁在他面前，他一下子都给他喝完。好狠哦！夏风，他这样的。你这么一提，你这么一讲，我真的想搞真的，他没有东西是做不了。我看到我妈的时候，这个在这里。来了。加油，宝宝！没事，加油！宝宝是最帅的啊！他今天穿了一个粉色。怎么还戴着墨镜，很 swag？ No， 这是他的眼镜。哦，好。你看 BK 的表情，好紧张。姐姐，纸条，妈妈好。哇，这么年轻啊！妈妈好酷哦！哎，你好，哇，这个9条，3只狗，好可爱。搂搂它呀，抱抱它。哎呀，倩倩。哎呀，妈妈很多动物。哎呀，哎，您第一次见。谢谢。这个是给您准备的花啊，谢谢。因为我知道嘉兴它常开花嘛，然后选了一个红色和白色的，我觉得谢谢，挺好的，跟我的衣服还挺配。今天跟您还正好很搭，我觉得还很幸运，希望您喜欢。啊，热情姐姐来了，你也亲。好，这个叫9条是吧？对，好，走吧，走。啊，来吧，来坐吧。哎呦，他怎么？没事的。的确活泼。好，坐好吧。好，坐好啊，别动。好紧张哦。给您带了礼物。好可爱啊！狗狗的礼物是吧？给我妈妈去做一个那种狗狗的手工。这是什么东西啊？羊毛毡。做一个这个，然后再做一个那个泰迪。因为我们之前养了一只泰迪，然后3年前它过世了，我妈到现在还是很伤心，所以也想做个泰迪给它吧。其实我们一共现在收养了3只流浪狗，但是救助了很多只。因为我妈其实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所以狗狗的耳朵要大一点还是小一点？都行，稍微大一点，这样2个就一样大。好。它有个络腮胡。哎，你手套你要戴上啊，不然要扎到你的手。先固定一下。还是很用心的，真的跟它长得一模一样，它的嘴巴就是歪的。就这样，你看，哇，好可爱呀！我觉得我妈明天看到这个会哭的。别吧，明天应该是笑一笑就好了。你哭着会让我感觉有点不知所措。狗狗的礼物是吧？哎，这个是我最……对啊，我跟你说要哭。
啊，妈妈真的哭了。我真太了解我妈，的确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觉我都要站起来了，我觉得我都做错什么了。我是不能看到，不要哭了，不要哭。他说你肯定会，这个是不能提起。小嘴巴闭起来。那这个第一印象很深刻啊，直接给阿姨弄哭了。我想，哎呦，不会吧？不会两个人一起哭吧？如果哭的话，我这个处理这种事儿的经验的确不足啊。但是呢，我觉得，塔塔和阿姨还是很快调整好状态的，所以我也很幸运。这个因为我的最爱，我的小女儿，这个喵喵是在塔塔留学期间，她陪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她，在美了。我还给她做了一个歪嘴的，好了，你别哭。你希望她一直在这个相框里陪着你。PK 真的好会听。对，送到阿姨的心坎里了。是。谢谢，这是我送给坤坤的一个小礼物。谢谢阿姨。香水，希望你香喷喷的，在生活上、事业上都香喷喷的。没问题，那我一定香喷喷的。就您这2句话一定香喷喷，明年也香喷喷的。吃点水果。好，你要吃什么？我糕点。这个糕点，这个你看 ，BK， 你这个 B 字。哦 ，B 字。哦，好细节呀。可以 BK 一下。啊，您都知道叫 BK 了。儿才跟我讲的。可以。坤坤那个长挺高哈，有1.8米几哈。1.8米，穿上鞋今天应该1.85米是没问题的。平时在1.83米左右。平时喜欢点啥呀？有什么啥兴趣爱好呀？我现在在北京，就是除去工作以外，相对也就简单一点，比如跟朋友出去打个球啊，偶尔出去聚个餐啊，然后运动，健身房啊什么的都会有一点。然后之前出国前可能还会有点这个音乐上的爱好。他是完完全全超级独立，就一个人，就他想出国，就是他拉他爸爸妈妈去看的那个留学中介，然后他就一个人出去，7年。听那个瑞他说是那个02年，对，要聊年纪了。哇塞，那跟93年相差有点岁数哈。从年龄上一开始就，塔塔一开始我也没觉得93年的，我觉得看着像他比较像应届生，他很幼态。对。然后你呢又比较成熟。我当时一般都30上下。我当时第一眼看你，因为他发你的照片的时候，是我们的合照吗？还是？对，合照，大家的合照。哎，我这个男孩挺好的。他说是02年的啊，说02年的，我真看不出来。我说这个时候说他年纪大一点，他会开心吗？当然。因为我觉得就是创业以后、工作以后接触的人啊，都比我本身的同学会就是大一些，并且不在一个生活状态里。可能你从小比较独立。对，一个是我觉得比较独立，二是做事情以后呢，你接触的人都是比较成熟、很优秀的这些人，所以他们反方向影响我了。对。没有，主要是交流方面也是，因为他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其实。所以平时的日常的沟通，包括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我觉得这点挺重要的。我觉得这点还是蛮成熟、蛮同步的，并不是只是局限于那个长相。这挺好的。女方家长都是比较审视的眼睛。我们等会儿到那个南湖里，租条游船，我们在这个南湖的船上吃个晚餐。然后一边吃晚餐一边领略一下那个南湖的那种夜景风光。您安排的太细致了。对，这个必须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嘉兴的一大特色。跟着您领略嘉兴风情。我来补一补。哎呦，小嘴真甜，我来补一补。对，好不好？好，走吧。我们现在去码头啦。吃饭啦！吃饭喽！这个是我们嘉兴特色的地方，南湖船宴嘛。我们等会儿在船上可以看日落。哦，没有在船上吃过饭，
哎，你看咱中国这城市基建真的好漂亮。对，开船了，我们是边吃边聊边赏景。今天天气很透，太阳很好，等一会儿看到一个很美的夕阳，一个落下的那个美景。哇，真的好漂亮，非常的美。漂亮，的确漂亮。啊，它这个是又靠水，然后又靠马路，顺风顺水嘛。顺风顺水。预祝塔塔和阿姨今年都顺风顺水。对，你们可以边吃边聊啊。那个就是那个塔塔喜欢吃的松鼠桂鱼，他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松鼠桂鱼。重点是塔塔喜欢呢。对，我们这边有一个黑毛猪肉啊，他比较喜欢吃黑毛猪肉。然后这是我们嘉兴的一个酱鸭，他也喜欢吃这种海参烩饭吃一点，他比较喜欢吃。这个南瓜也是做的很有特色，他也喜欢吃这种椒麻腰花。腰花，你吃腰花吗？我没有不吃的。你太瘦了，你可以再胖点，多吃点。以前人家说丈母娘看女婿就看她干饭行不行。阿姨上考题了。好。直接开始吃。哎，这个第一餐一定要的，这是一个礼貌。端碗饭下去，哎，这个女婿行，干饭行，力气大，能干活。已经一碗还剩2碗，当 KPI 吃吧。他的确很能接话呀，还剩2碗饭当绩效吃。还剩2碗，高兴，好开心。开玩笑，开个玩笑。我们边吃边聊哈。好。刚才我们在那个客厅里面就是聊到了一些就是关于那个年龄差的问题。其实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的确是。像吕塔，再过2年，你们谈了2年，他35岁了，你才26岁，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很现实的问题。那我就觉得，如果咱们说，如果比如说2年以后，我们王一就想结婚了，他毕竟也35岁了，那时候你才26岁。哇，这个问题好窒息呀！你想有结婚的这个想法？你要结婚吗？哇塞，压力好大哦！怎么办？怎么回答？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你想有结婚的这个想法？就我认为每一段感情发展的时候，肯定都是以结婚的目的去的。我现在对于恋爱和结婚是这么一个看法。你没接住我话，就是我打个比方。没有，我就觉得你这个现在说的有点太早。那作为妈妈来说，肯定是有这种顾虑的，对吧？你比如说，你谈了2年，过了2年，你35岁了，你才26岁，家里人就觉得，哎，这个女孩子差不多了，这2年你们谈的也挺稳了，我们就奔着结婚去了，你怎么考虑？哎呀，妈妈都不拐弯的哦。那如果就比如说按照您说2年，我们也是相处的非常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既然都有，就为什么不去尝试呢？是可以的呀。可以的，是吧？那如果你们家里人觉得，哎呀，我儿子才26岁，我们不想结婚，这时候，你会怎么平衡家庭的关系呢？对，这也很重要，你也要尊重你的家庭。你吃啊吃啊，别聊天了。不聊天呢？追他还帮他挡。我们家对我在这方面，我认为还是以随我的状态比较民主，爸爸妈妈也比较尊重你的那种个人的那种。基本上什么事情都是我自我解决的。这挺好，这挺好，这个我了解了。阿姨问的也是蛮直接的，但是呢，我跟塔塔之前在聊天的时候，我们都有聊过，就是我是做好了回答这些问题准备的，但是我没想到开门见山式的问题。那既然问了，就该答就回答嘛。实话实说，我很理解，我甚至觉得问题它不尖锐，只是说问的突然。那你现在工作感觉稳定吗？又来了。工作稳定的项目是稳定的，创新的项目是不稳定的，这也是实话实说。
就是因为都很多新的初创公司，那你就看自己要做什么样的赛道，搏一搏可能性。那坤坤，我问你啊，就是你情绪价值稳定吗？我超级稳定。他会在恋爱当中有很多毛病的，你能包容他吧？比如说他有时候说话说的比较过激，很偏激，甚至就说到你想跳的那种。Rita 的脾气不是挺好的，你别现在给她的外表柔弱啊、甜美啊所欺骗啊。妈妈一点点台阶也不给。真的半年一过，跟你说，他母老虎的形象就会出现的，而且他站队的就是家人，就是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我看着很老。哎呀，我也没有那么吓人吧？哦，你前半年肯定是不吓人，后半年肯定吓人，到时候你就想着我们阿姨船上说的，哎，阿姨这怎么情况？怎么今天炸了？就是说他在闹，你在笑就可以了，你不要把他当真，因为他这个人上头快，下头也很快。但恋爱当中啊，婚姻当中，其实男生其实也应该多让让女生。家里是一个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讲温暖的地方。讲爱的地方，以尊重为前提，包容为基石，尊重他人，包容他人，这样才能走得更远，对吧？其实真的是，是妈妈爱你吗？啊，妈妈是站在你的立场上，坤坤在打预防针。那Rita，你觉得 BK 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呀？BK 是属于那种比较有反差感的，就是他看起来就是很成熟，就他虽然处理事情的方式很成熟，但他还是比较真诚。哇，好好，这答案还可以啊，不错。其实有些时候呢，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要什么，或者是年龄差也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是这么觉得，就是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不是做等号的。有些人可能很大了，但是呢，心里可能还很幼稚。我觉得更多的是人生经历，以及你身边的人什么样子。所以呢，我也很感谢之前遇到的困难也好，还是身边的朋友也好，他会让我变成我现在想变的人。所以，比如说要说短期有什么目标，就是我希望我能成为优秀的10年后的自己，这样你会一直往前进。是要激励自己，对，要激励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在前进的道路上，要互帮互许，对的啊，互相搀扶，啊，彼此尊重，彼此宽容，啊，有事解决问题，千万不能拿这种很不好的情绪去影响对方啊，一定就是这样。说得很对，我不会觉得有特别多的压力，我觉得其实很好很可爱，是双方充满爱才有的相处模式。啊，来做嘉兴女婿吧。阿姨就是心直口快，但她很喜欢 PK。反正你要是来上海，我就多一个儿子呗。哎呦，这话我觉得很打动男生。我回嘉兴你也多一个儿子。对呀，上海嘉兴很近。所以呢，我对我们的未来啊，以及说在不同的一个城市怎么去解决现在现有的一些问题啊，我是比较有信心的。真的特别美，今天真的是好日子，昨天前天一直下雨。我觉得今天我妈问的这些问题，它其实就是比较偏现实的问题，所以作为母亲的角度来说，我也能够理解。其实我觉得，说实话，她也没有在现实当中遇到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以 BK 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尽量可能就是往越成熟、越理智的方向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 BK 这个回答在我心里面是打很高分的。BK 他表现真好。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回小屋了。行，那个以后有空欢迎来嘉兴。随时。我们也可以在上海相聚啊。没问题。拜拜。拜拜。拜拜啦，拜拜啦。路上慢点啊，你们路上慢点开啊。刚刚我们看到的回归现实的两对，如果是你们恋爱了，然后你会最想带你喜欢的人去什么地方？我就带去开放麦呀，让他买张票是吧？对，就是 open mic。因为我要确定他喜不喜欢脱口秀，如果不喜欢脱口秀，我就觉得将来会有很多问题。
如果不支持你的工作，你俩将来会因为这件事情上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就是聊深了，主要就是说恋爱的时候想带他去什么地方谈恋爱？谈恋爱那就回老家呗。是嘎了，是嘎自由。我不是青岛的，我济南的泡温泉，我济宁的。你们熟不熟？你们俩聊了八竿子，又撞啥？你们会觉得就是年龄差上会有什么带来，比如说话题上的不一样或哪里的差距吗？那我觉得那个可能不是年龄差带来的，那有些就是你自己的认知和经历。对，我那天在办公室唱《小城故事》，怎么了？没有人听过。小城故事，谢谢大家。哇，第一次听这首歌，好好听啊！我就是要翻脸了。小城故事没人听过。对，我再给你们说一个可怕的，我前两天跟一群弟弟录节目，他们没看过《还珠格格》。07年的，没就人家这就是你在那聊的时候说容嬷嬷啊，就是那种。哎，那你觉得这种差，就是它确实是有话题或者是说回忆上的差距，这个会给感情上，如果是异性的话，是会阻碍的原因吗？我觉得因为一个《还珠格格》耽误谈恋爱。没看过《还珠格格》的，我不谈。没有听过容嬷嬷吗？分手。其实不单是说这个剧了，你们看过的这些经历的东西不一样的话，会觉得是感情的阻碍吗？主要还是看契合的东西。这个倒还好，你谈恋爱又不是找另外一个自己。对，就是有不同的经历或者是不同的年龄差，他有不同的自己在那个时代有的体验，就是互相融合、互相交流嘛。但是年龄差大，就是认知上的不同就很可怕。我觉得。对。啊，就是不是年龄的差距，是认知的差距。这认知上的不同就会造成争吵，就会形成隔阂。梦梦呢？我会在意一些年纪差，比如说可能上下5岁是我的一个区间。为什么？你觉得5岁的卡点在哪里？是我自己的一种主观的恐惧。我可能因为我没有接触过，我接触过之后可能会放下一些这种防御。到现在我可能我自己主观出发，我会优先选择同龄人。其实以前的年龄是特别影响爱情的哦。为什么？因为以前人啊，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基本上是吻合的。哦。但现在，在我看来，现代爱情最不应该受到年龄的影响。因为现在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生活经历差异特别的大。所以在 BK 和塔塔里面，我就觉得他们的年龄对他们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是因为 BK 本身他虽然年龄小，但是这种多次的搬家自己一个人的独立生活，以及到海外这种独立生活的经验等等，都会使得他的年龄比一般的人可能都要成熟一点点。生理年龄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反过来心理年龄很重要。几乎没啥接触交流。哦，没啥可聊的。好难受，真的好难受。好难受。俩人不说话了，我觉得这很奇怪。他在也非常有意的避开他，连那种友好朋友都没办法装出来。哪里来自于应该是你的经历吧？这首音乐只是我没有想到的事儿。我没有办法再和这个人再待下去1分1秒了。换来的结果是这样。哎，好难哦。我哭了，算你狠。小屋将会迎来2次中选啊！他还是想要去找在厦门的，所以我觉得，有孩子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我是有压力的。想要去避开来，还是会跟对方往有交集的路线上走。啊？他是没拍吗？哇，啥意思啊？还有反转嘞？太轻了，你都没有面部表情。继续。你生风呢？我很想把它那个蛋挖出来。啊，我也很喜欢吃这个蛋。我也很喜欢吃这种蛋。心跳很快。心跳这边。心跳特别快。现在你被排挤了。这俩人一会儿教导主任看，哎，你俩干啥呢？我感觉他俩这会儿想亲，我感觉。你俩把手给我撒开！我的天哪！
来， We don't have to scream out to prove it. We could keep it all acoustic. Ooh, keep it all acoustic. 上微博进入半熟恋人话题页，与半熟观察团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获取半熟小屋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五官后感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沉浸，畅享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Y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Y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特权。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6月1日起 ，SVIP 每周1、周2中午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抢先看1周。每周3、12点 ，SVIP 提前看超前彩蛋。周4加更，周5陪看，周6、周日精彩花絮轮番放送，高能不断，课堂不停。